朋友，我们再来看看呢，包括一些欧洲的国家，那当然法国。它是这个民主自由的圣地吧，可以一般来说是这样。所以你可以看到马克宏跑去白宫想要劝川普，可是也是一场空啊。你可以看到呢，白跑一趟了。与会的欧盟官员也说，你这是在浪费时间，你什么都没有得到，也没有得到保障，还被安排坐在桌角羞辱。而法国的前总统他就建议欧洲说，你要反击，你是要打疼川普，你要让他痛。你对他卑躬屈膝，他没感觉，你要严重的打疼他，给他造成重创才行。所以我们看到英国首相去一趟白宫他的做法就不太像这个马克宏了。所以我们看到川普称施凯尔是十分强悍的谈判者那他说我们最终很有可能会达成一项真正的贸易协议，而且不需要征收关税。看起来施凯尔技高一筹没有被加关税，而且会签贸易协定我们看到施凯尔有什么样的手段或是王牌呢？说是他拿出一封邀请函这个是英王查理3世的亲笔信函邀请川普再度到英国国事访问，说这是史无前例最高规格从来没有发生过所以川普看起来喜滋滋那我们也可以看到欧洲人要去这个白宫，要去美国见川普前，大家都在互相讲说如果你要跟川普谈判，你必须要干嘛这个像是英国首相就被建议，记得你要奉承他，不要让川普感到无聊所以他是不是有照做呢？包括两个人的会晤之后，有一场记者会那有记者现场问了一些可能不是很悦耳的问题，当场被打断。我们来听听看。For the Prime Minister, did you discuss with President Trump his repeated statements of desire to annex Canada? And has the King expressed any concern over the President's apparent desire to remove one of his realms from his control? You mentioned Canada. I think you're trying to find a divide between us that doesn't exist. We're the closest of nations, and we had very good discussions today, but we didn't discuss enough. Canada. Thank you. Please, go ahead. 你看，下一位，这个你们想要分化我们，你们没有办法达到了，直接跟记者这样讲，这是来自于英国首相的回应大家都可以看到现在的局势就是这样形势比人强。我们看到加拿大跟墨西哥现在躲不掉了，川普之前讲的征收关税，3月4号如期征收25%，加拿大要反击所以我们看到包括加拿大的这个总理他就说我们会强力回应那川普的想法不负责任并且讲出要禁止川普参加今年6月在加拿大举行的 G7 的峰会。可是这样子对川普来说可能也是有点不痛不痒的啦那我们看到有一些民间那如果你是加拿大公民，你可能会觉得很不爽所以他们就发起一个所谓的美式咖啡改名潮。大家知道美式咖啡怎么念吗？如果你用英文来念的话 Americano 你去美国多点你要点这个美式咖啡，你就跟他说 One Americano please 之类的那他们说现在要改成加式咖啡，大家可以想见吗？他把 Americano 改成 Canadano 是不是 Canada 我不知道怎么念就是 Canadano 之类的就是他很不屑美国人所以我把美式咖啡也改成加式咖啡，其实东西是一样的，就是这个浓缩咖啡加水那我们再来看看呢这一位先生 Elon Musk。他也是这个权倾一时可是呢，他对加拿大人好像也很不给面子可是我们先来看看他的血统，他的妈妈、还有祖母、还有3位为他生孩子的女人都是加拿大国籍。可是马斯克却发文说，你加拿大不是真正的国家。虽然他很快就删文了，可是大家还是觉得这是惹怒了一缸子的加拿大人我们再来看墨西哥是不是也屈服了？因为川普的关税威胁已经快要来了，就在这个街角了所以墨西哥送上了毒枭
大礼包啊！他就礼拜四的时候移送了29名毒枭到美国送审哦，包括 FBI 10大通缉之一的大毒枭拉斐尔，就说你看哦，我把你这个毒贩都送给你了，你可以饶过我吗？之类的，大概是展现善意。那中国呢？中国静观其变哦，川普已经发布了最新的贴文，说我对你中国大陆再加10%的关税，要记住哦，之前已经有10%的关税了，所以10+10，现在关税是20%哦。那正式生效那一天是3月4号，也是中国大陆两会登场的那一天。来，请教。我们现在还不确定啊，这个川普对欧洲的增加关税是欧洲个别国家增加关税，还是对欧盟增加关税？这不一样啊，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欧洲的国家都是欧盟的会员国，欧盟会员国就有27个国家，像英国就不是欧盟的会员国啊。那他如果是对欧盟增加关税的话，那等于是给予27个所有的国家，那反击的就是欧盟的执委会，他有权利来做反击。那当然他选择要反击还是不反击。不过大家都怀疑这个冯德莱恩会不会反击，因为冯德莱恩在疫情期间的时候，他牵涉到一则这个丑闻，也就是他跟美国的疫苗公司有 LINE 的联络，然后接着再进口美国的疫苗，所以被大家怀疑。当时荷兰的应该比利时还是荷兰的一位检察官就对于冯德莱恩提出起诉要求要调查他的那个通联记录，那冯德莱恩拒绝，因为这个牵涉到利益输送的问题。那也就是说，冯德莱恩如果有把柄在美国人手中的话，那基本上来讲，冯德莱恩他就当然就不敢真正的得罪美国，因为他怕他的那些丑闻被爆开啊。那这个有过司法的一个调查，那结果可能因为冯德莱恩认为说我拒绝接受我的这个 LINE 被看，那主要的就是因为这是我个人的隐私的问题啊。那当然我们也要看官司的一个法律的一个走法。好，但是如果是针对个别国家的话，那法国要反击，可是问题就在于我们看到法国讲的都是狠话，可是到最后敢不敢反击，能不能反击，这个又有待观察。因为德国也说我强烈的反击，但是问题就是大家也在观察，你德国人说得到做得到吗？所以所有的国家都认为欧洲人现在已经是弱鸡一只了，你根本不敢反击，也没有能力反击。所以川普的4月2号对于整个欧洲所有的国家，对全世界要实施这个对等关税来说还有就是3月4号的钢铝税马上要实施了，你欧洲国家会反击吗？大家都抱很大的问号，每个人都在看着那当然政客都讲狠话，但是最后可能都做不出一些东西来，也做不出一些成绩。那至于英国这个部分呢，其实川普是在吃英国人豆腐了。为什么？因为第一个，英国不是欧盟嘛；第二个，英国跟美国的贸易是平衡的，没有顺差，没有顺差，没有顺差，一直是平衡的。那如果以川普的角度来看的话，是对等贸易、对等关税，那如何克？本来就对等啦。对，因为本来没有顺差，如何克？对不对？对。那第二个呢？你看他跟澳大利亚，美国是顺差，澳大利亚是逆差，是，所以他本来要对于澳大利亚克的时候，澳大利亚说，我们是顺差，你对等的话，等于是你要吐给我，是啊，那所以你看他就不克澳大利亚了，所以澳大利亚免掉是因为澳大利亚对美国是逆差，是逆差，那美国是顺差，对，那英国是对等的，是平的，所以呢也没得克。然后如果说要签订贸易协议的话，那您认为以川普的个性来说，他会让利给英国去造成美英的贸易形成顺差吗？不会，我想不会这个不要多想了，他都在吃英国人的豆腐他说他是强悍者，可是当这个强悍者谈到这个加拿大的时候为什么？因为加拿大的元首，我们讲是加拿大的国家元首是英国的国王加拿大是只有总理没有国王英国有派总督在加拿大，没有实质统治权，但是有民意统治权所以为什么川普就说够了，不用再讲了就是你再讲下去的话，
那等于是我从你英国抢土地了。哦，所以不一样的Elon Musk 的意思也是这样吗？是的，是的。哦，了解了。好，来，舰长。我们看到这个冯德莱恩说啊，也就是欧洲执委会的主席，他说现在欧洲正面临了百年一遇的状况，所以他们在一个非常紧迫的状况之下，他们要重整军备啊。那重整军备一共要释出多少钱呢？释出5.2兆啊，那5.25兆的欧元啊，那也对不起是新台币啊，5.25兆的新台币。那他如何释出呢？其实它有3个方式。第一个，它要也就是放宽的财政规则，也就是说我可以释出这些钱。第二个，它要组成一个联合投资的，就是整个欧盟联合投资的一个机制，也就是针对这一次俄乌战争里面所遇到的，例如说无人机啊，例如说飞弹啊，例如说战机啊，这个部分大家联合开发。那第3个部分呢，也就是对于这个投资银行啊，因为我们讲说这个钱呢，那当然不是各国，不一定完全从各国来出啦，那是从各国来那个看看民间是不是能够释出部分的这个金额啊。那这为什么是这样啊？其实北约的秘书长吕特他之前也特别讲到这件事啊，他讲说他看俄罗斯在3个月的这个军工的，就是兵工厂的产量啊，相当于整个北约从洛杉矶，他把美国都算进去了，从洛杉矶一直到安卡拉，也就土耳其的部分啊，然后也就是1年的产量，就是欧盟不对，对不起，北约整个1年的产量呢，那也不过就是俄罗斯3个月也就生产完毕了，那也就代表说俄罗斯的那个生产的这个军事那个力量的强大啊，但是呢，这个果然呢，川普果然是一个很精明的一个生意人啊，他给这个英国的首相戴高帽子啊，他说他是一个十分强悍的谈判者，但是这个内容绝对不是只有如此啊。为什么？因为在这个中间呢，那个实际上来讲，我们除了刚刚那一幕之外，其实还有另外一幕啊，另外一幕就是那个川普。他直接用狡黠的方式问施凯尔说：“你们可以直接单独的对抗俄罗斯吗？”那施凯尔只有 well， 他只能这样讲，非常那个不知道该怎么样回答。那由此啊，我们就可以看到加拿大现在一夕之间要变成第51州，当然没有了，但是这个是川普的一个想法啊。那我们来看看。这一个加拿大一天到晚跟着美国的屁股后面走，我们看看前几天，也就是2月14号的时候，他派了这一个巡防舰啊，直接的穿越台湾海峡，这是一次。在2年前呢，他直接派他的海上巡逻机，那在南海，结果遇到了歼16，释放这一个热焰弹。意思就是说，你跟着美国走，明天就有可能被背叛。来请教永平姐，这个美国跟英国之间贸易的问题呢，非常的有意思。刚才赖教授已经说明了，他们其实这个两边比较平衡。那事实上呢，我们根据一个报道非常的有意思，是说他们两边呢算法差异很大。2023年的时候，根据美国的算法呢。美国对英国呢贸易顺差有145亿美元啊，美国沾沾自喜啊，川普看到这个数字很高兴。可是英国呢不服气，英国的算法2023年呢，英国对美贸易顺差890亿美元，怎么会差这么大啊？所以这是他们的计算基础跟他们对这个事情的认知不同。是所以如果川普采用的是英国那个算法的话，那他又跳起来了嘛，对不对？我怎么可以？你怎么可以占我便宜？你怎么可以多拿890亿美元？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这个川普看到施凯尔呢没有这个怒发冲冠，大概跟那个。国王有没有给他写邀请函？邀请函呢？我觉得不是很值得关心。重点应该是说他看到他的数字，不错不错我们还赚你们钱。但是重点是这样了就英国为什么这个现在经济状况那么不好特别是他脱欧以后，因为英国的基本它的经济发展状况跟美国很像，他们把
工业制造业都移出去。对它不是以制造生产为主。那你不是以制造生产为主，比如说它是这个金融服务业啊，各方面这些占比很高的时候，其实你要服务一个很大的市场，就会赚很多的钱。那他当时脱欧以后呢，很多跟这个欧洲的联系没有那么方便，以后呢，他那个部分其实相对也比较萎缩。那因为他的这个形态跟美国去，等于美国自己也是靠金融服务业撑起它的很大的经济规模嘛。那它跟英国本身就没有什么好，你进口来我进口去，所以它即使他们也评估不管用谁的算法，即使增加关税呢，可能影响都不大。那至于加拿大我真的觉得美加的问题呢，非常的值得研究从国家呢可以讲到人情社会，因为我跟你讲，它就是反映出来呢老大的两种面目美国对加拿大本来就是老大，那他以前的老大呢是那种呢，你是我的小弟，那我东西给你跟你分不要紧，然后得到你的对我的忠诚。现在换了一个老大呢，他是觉得说你就在我隔壁每天就去打压你，东西不但不能分，然后给我钱，你应该想办法去弄钱来给我，所以他现在就变成一个凶狠的老大。可是之前的加拿大是否因为美国得到了很多资源跟照顾呢？方方面面真的是，我光举一个大家一听就懂的例子，好莱坞拍电影，英国就利用呢，他在美国的旁边说，我们跟你美国好像，你到我这边来拍电影呢，我给你税捐减免，给你什么东西。成本上呢，你拍一个美国小镇的电影，你全部在加拿大拍，你需要的钱只是美国的1/3。可是加拿大那边得到了工作机会，得到了各方面，得到了观光财，得到了什么？那现在川普呢，全部不要，你还我钱来，因为你各方面都压榨了我。就不要让这个小弟赚钱了，你还是要缴更多的钱，而且把以前连本带利都给讨回来，这就是川普的作风。我们来看看呢，美国的强大很大的一部分是建立在他的军队很强，美军很强。可是现在是不是有一点改变了呢？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新闻这是美国空军有3架战机飞往这个神秘的5·1特区大家知道在内华达州沙漠里有一个常常大家都在谈的一个神秘特区。可是这些飞机呢是属于官方军方绝密的客机，叫 Janet。机队那你一般你看不到它的飞航航班的编号，各种都是隐秘的。可是它负责是运送承包商、国防部工作人员还有军事人员那去那边做什么呢？专家就推测，可能要进行新一代的隐形战机、电子战机以及其他军事技术的开发，跟外星人可能暂时没有关联啦可是大家听到51区就想到外星人。可是呢，你要去做一些更高阶的一些军事上面军机的开发 ，OK 的。那你自己原来的军机呢？原来的军舰呢？是不是常常出事啊？我们看到呢，从年初到现在，美国的军机、军舰事故频发，我就不一一细数了。这个显现什么呢？暴露出美军在管理还有战备方面有很多的隐患，包括 F-35看到有很多的问题，可是还在生产。而另外呢，还有一个性别，就是关于人这边的这个将领啦、官员这一边的这个军中的问题也凸显了。因为川普已经讲过很多次了美国现在只有2种性别，那跨性别者在军中，尤其是高阶的，通通都要被逼退。五角大厦已经发出了30天的最后通牒，要清洗这些所谓的跨性别者的这个军人，尤其是一些高阶的一些官员。那5位前任的美国国防部长就联名要求国会说，你要去调查川普，大清洗军方的责任。他不是摘了很多星星这个上将的这个星星吗？你要去查他有很大的责任的。那另外我们说到这些航太工业美国当然还是世界的 No.1， 可是你看到它的制造工厂，这一家叫做 SPS Technologies， 它说是一个100年的老工厂，做的都是什么呢？像是波音787、空巴 A350 的零件。那突然发生大火，而且一烧好多天怎么办呢？看起来是雪上加霜。那另外呢，又有一个空中惊魂了。幸好没有酿成大灾，这是美国航空从波士顿飞往华盛顿雷根国家机场的航班2246，
礼拜二在降落的时候，突然收到塔台的指示说，哎，你赶快重飞，因为你前面跑道上还有另外一架飞机，幸好它重飞了。可是90分钟之后。Chicago 芝加哥又传出另外一架客机跟私人飞机差点相撞，怎么搞得这么多这样的事情？那航管是不是有问题？所以马斯克就说机场缺乏一流的航管员，他就在喊话了：如果你退休了，可是愿意重返工作岗位，请考虑要那一些退休的航管人员回到你的工作场域上可是我们知道。之前马斯克有抨击 FAA 的航空管制系统更新失败而且呢，其实他还威胁过要砍航管局的资金，逼 FAA 采用新链系统，看起来他还是有私心的啊。可是我们再来看看，包括刚刚讲的贸易前所未见的美国大的这个所谓的食品进口大增可能大家想要说，在这个提高关税前先囤一些吧，所以今年美国的农业贸易逆差恐怕高达1.6兆，这是创下了新高。像是俄罗斯不断的出口这个小麦成为这个全球最大的小麦出口国，取代了美国。而巴西出口了大量的玉米、棉花，还有大豆，也取代了美国。那现在美国的市场是什么呢？农业贸易逆差，从酪梨咖啡到糖各种商品推动之下，我们可以看到呢，农业贸易逆差不断的冲高，而且蛋据说现在很贵，美国也在抢进口。但土耳其是大宗的这个蛋的出口国那它出口了非常多的蛋，4.2亿到美国去说是它还要科鸡蛋的出口税所以这个土耳其也赚大钱了那美国通膨再度升温，从鸡蛋到房地产这一系列，川普做错了吗？民怨会压垮他吗？来请教赖老师。美国的农业很发达，没错，但是不能够生产所有的物资嘛，因为那个农业的生产都有这个天时地利的问题所以美国的最大宗的物资，小麦啦、大豆啦，或者是玉米，它卖不出去，它就会产生滞销，这个对他们的广大的农民来说不是好事。可是它需要的东西却大量的进口，而因为关税或者因为物价的关系，它是越来越高，所以人民的生活里面，它的压力就越来越大了。这一定要解决了，而谁最有能力买美国的大宗物资，就中国大陆嘛。14亿人口，而且消费力这么强大的时候，那美国偏偏要跟大陆打贸易战。那本来可以帮你解决农业的跟这个能源输出的问题，因为美国的油实在是很多，天然气实在很多然后大宗物资的农产品实在很多，这是大陆都可以成为一个很强大的消费者，你美国偏偏要跟大陆打。那一打的时候，那当然就不消费你嘛，不消费你就形成了大量的生产，结果滞销，然后不够的却进口，一进口以后又贵，那这样的情形就造成美国的消费者就苦不堪言，苦不堪言，川普的民调就直直落，本来还有一阵子拉到53呢，是，结果昙花一现，现在又破了50%了，都在40几，只剩下基本盘在守着它，我觉得这个对川普来说不是好事。另外一个您提到的。由于大陆释放出影片，虽然官方到目前为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但是那个影片一直在流传。有人判断是5.5代战机，有人判断是6代战机，无论如何都比现在的5代战机还要更先进。这个部分里面就给美国的军工产业构成强大的压力了。这个压力实在是太大了，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已经在赶工，因为很明显的在空军这个部分。中国大陆已经超越了这个对美国人来讲是情何以堪所以他们在51区赶工6代机吗？我觉得也可能在做，也可能在做试验的。我不晓得这个，看看小舰长有没有更新的资料出现但是我们很确定的一件事是，美国在陆军这个部分本来就没有超越中国大陆，火箭军也没有超越大陆，因为火箭军大陆是领先全世界的。那现在在船在导弹驱逐舰、护卫舰，大陆已经领先了。现在是航母，大陆已经在跟上来了。那美国原本引以为豪的就是我的战机能力强，结果现在战机能力也本身也受到中国大陆严峻的挑战，所以我觉得大陆的压力大到不行。目前五角大厦的这个清洗，坦白说是不对的，因为你军人本来就是严守中立嘛。那结果川普上来了以后，
把这一些密令所提拔的，是的，包括这个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全部都清洗掉。你等于是逼的你的军人要选边站，要选政治立场正确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开倒车，糟糕的。你军队要忠于国家，而不是忠于政党吧？怎么你把一个军队搞成忠于政党、忠于个人，而不忠于国家？对，这是不对的嘛。川普正在搞这个事情。对，来，我们进一下广告。我们来看看美国的军方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不管是人员还有装备上，好像都可以再深入研究一下。刚刚赖老师告诉我们，也就是说，在那个量上面其实是不足的，海军也是如此。现在其实解放军的除了航空母舰之外，其他的数量都大举的提升，而且还在不断的制造中。航空母舰也是不断的在制造中啊。那我们现在之前我在节目上讲，发现最新的第4艘航空母舰在大连造船厂啊。那这是我们讲到量，那值呢？值我们来看看啊，这个是美国的《星条旗报》他讲的，美国在调查26艘的军舰，其实它的悍道出现问题。它的悍道出现问题是什么？而且这中间还包含了这个潜舰的部分啊，那也就是它下潜的时候，到水压比较大的地方，它有没有那个崩裂的可能？那这一个呢，其实就给了大家非常多的疑虑：美军还是以前的美军吗？那至于说，现在川普他换掉了非常多的这一个他们的高阶将领啊，那讲了一大堆理由啊，说是因为DEI 多元包容平等啊这个原因，其实不是。真正的原因是他认为他4年要先换上自己人，也就是听我话的人，就跟他在选他的这个内阁成员是一模一样的，也就是要听我的话，不是你想你的事。我举个例子来讲，例如说，下个月马上要提出的，也就是美国的美国的铁穹防御计划，它不是用以色列的铁穹啊，它其实标准的就是星战计划。那美国的军方里面一定有非常多人有不同的想法，那但是这个不同的想法呢，是不是大家都能够支持？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至于说他要把这个凯恩，就是退役的空军的将领推上来当做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啊，他已经退役了。但是这有没有潜力？这有潜力的，在2003年就曾经发生过。但是是不是他能够服众望呢？这就要时间来证明。好，我们先进一下广告。时间留给永平姐。是那个马斯克啊，他现在在美国一直发生了各种空难，而且呢，差一点关键90分钟呢，4架客机就要撞在一起的这些事情以后，他开始呼吁说：“哎呀，人赶快回来啊，赶快到这个航空总署啊！”原因是什么？原因是10天前这个马斯克才主导了砍了300人啊。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就是你今天不是不能砍人，你今天不是美国的国债的问题不要得到控制，而是说你不能够胡乱到伤筋动骨。当然他们会说，当时砍这个 FAA 并没有真的砍到跟安全塔台有关的人，可是问题是你这个很多的机构它是调度性的嘛，还有民心的问题，还有补缺的一个问题。所以你看10天前你把人家砍掉说 You are fired， 然后10天后说赶快回来上班，拜托你有经验的人，这个不是真的就显示说美国现在川普上来1个月的政治有多么的混乱吗？那农业的问题啊，刚才赖老师也点到了，美国的农业呢，在川普这一任一定会出大问题。好。
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玉乾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时事评论员李永平。主持人好，大家好。另外是前海军舰舰长吕礼诗。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美国跟俄罗斯的关系。现在看起来，这2国的外交还有方方面面都要恢复了吗？哦，整个时代、整个时局完全翻转。先来看看美国跟俄罗斯在礼拜4的时候，选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堡举行了会谈，而且整整谈了6个小时。谈什么呢？哦，恢复各自大使馆的正常运作，可是偏偏不谈乌克兰。所以乌克兰的议题是已经谈完了吗？哦，已经定调了吗？没什么好谈了吗？我们先来看看普京怎么讲哦。他说：“川普好棒棒啊！川普政府展现了务实主义跟现实主义的眼光哦。”所以他说，世人都乐于见到俄美恢复接触，只有少部分人啦，哦，不喜欢啦，要破坏啦。那我们再来看看呢，乌克兰哦，他现在到底该怎么办？他的领土被俄国给占领的部分，现在可以拿回来吗？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就说了，没有商量的余地，我占了就是占了，而且已经写了我国的宪法，已经入了我国宪法，没有可能再还给你啊。我们再来看看呢，这2国还有国际间的这样的变化啊，其实对我们的影响也很深远。川普就讲了，我们不支持你乌克兰加入北约，而且当初啊，就是因为你要加入北约才爆发战争，所以你最好认清现实哦。我们看到，而且最近媒体也都在报道，川普其实某种程度是逼泽伦斯基签这个矿产协议，可是你又不给人家安全保证哦。不管这个泽伦斯基叫破了喉咙，你也不管他。好，川普是说我们没有什么好提供的啊，什么安全保证啊，这是要由欧洲来做。那欧盟啊，或者欧洲国家现在其实呢，也陷入了某种程度的恐慌哦。那每个国家的想法也不一样，可是对于所谓的防御责任这件事情呢，欧盟现在据说正在启动冷战之后最大规模的安全倡议，计划要释放出数千亿欧元强化国防。因为过去靠美国，现在靠不住了，是不是自己来做呢？好，我们再来看看，包括英国，英国说要组成再担保部队，预防乌克兰，什么意思？因为看起来乌克兰已经无力回天了，那未来呢？俄罗斯你要不要防止它呢？万一俄罗斯有野心往这个欧洲的领土来扩张呢？哦，所以可能要这个依靠西方空中力量在乌克兰执行停火协议，并阻止，这才是重点，阻止俄罗斯的潜在进攻哦。我们看到法国也是另外一个大国嘛，法国的国防部部长讲的也是很明白，他说这个矿产啊，我们也想要，你美国想要乌克兰的矿产，可是我们也需要啊哦，所以希望法国能够多元化的进口这一类的矿物，讲的有一点保守，可是实际上也是很现实啊就我们也要。列强现在正在瓜分乌克兰，包括它的资源。我们看到乌克兰的这个资源到底有多少？为什么这个列强虎视眈眈呢？它拥有全球5%的关键原料，横跨半导体跟国防领域，可是只有15%被开发。目前俄罗斯占领区占了乌克兰63%的煤矿，50%的稀土。剩下的矿产利益大概50%预计也会被美国拿走，因为他要签这个所谓矿产协定嘛。剩下寥寥无几的矿产利益啊，包括法国，包括其他欧洲国家，现在也在觊觎所以乌克兰的情况惨不惨，可不可怜？真的很惨，真的很可怜。可是现在美国可能更怕什么？他怕中俄太过紧密结盟。我们看到了，这是俄国的国安会秘书长肖伊古已经抵达到北京，据说他会跟习近平还有外长王毅会晤讲的是双边的安全领域的问题，还有地区跟国际的议题。而另外我们看到美俄计划开发北极这个地方，川普一向很有兴趣他想要探寻新经济，也分化俄中的关系。我们看到包括中俄关系在乌克兰战争爆发这3年日趋紧密，所以呢建立了无上限的伙伴关系。那美方的策略会成功吗？可能会被
降低哦。美国的国务卿卢比欧就说，不可以让俄罗斯成为中国的小伙伴哦，所以他们现在要离间吗？要分化吗？哦，怎么看这个大世界的大趋势？来，赖老师，我觉得这个是美俄的元首引领的战略哈，开始一步一步落实了哦。这是首先是在2月中旬，上个月啊，这个月啊，今天是最后一天哈。这个月中旬美国跟特朗普跟这个川普跟普丁通了电话以后，接着您看到了，那就是在2月18号，在这个利雅得之间的这个部长级的会谈里面就有谈到了，因为俄国要求要全面性的先恢复美俄之间的关系，然后有5点共识嘛，现在是落实第1点共识，那接着就是在伊斯坦布尔昨天的一个6到7个小时的闭门会谈，是部长级的。部长级是在利雅得，利雅得是部长级，那是由这个卢比奥跟拉夫罗夫来主谈。那现在是等于是司长局长级了，司长级那这个也就是已经限缩在有关于外交部大使馆的全面性恢复关系。那这个大使馆的全面性的恢复关系是俄方要求的，是美方美方在满足俄方的要求。所以等于是在奥巴马时代就已经把这个俄国的大使馆的功能限缩。那这个当然最主要的就是因为当时有关于乌克兰的矛盾跟冲突的问题嘛，所以这个我们看到就是奥巴马的时候就把这个大使馆跟领事馆的功能萎缩了。现在的情况是俄国要求全面恢复，那也就是美俄的关系在大使馆这个部分全面恢复，看起来是谈妥了。第二个呢，就是被冻结的俄罗斯的海外资产，尤其是在美国的资产要全面开放，要全部归还。那这个部分还在谈。那一旦美国这边的冻结的俄国的资产还给俄罗斯了以后，在欧洲的资产那更多了，那大概在2600亿左右，500到600亿，那是不是欧盟也承受巨大的压力，都要归还给俄罗斯？那它的利息被动用的这个部分，到底谁来还？因为它已经被动用了几十亿，用来贷款给乌克兰，所以最后还是要乌克兰来还这笔钱。所以等于是俄罗斯把所有的钱、所有的使领馆被冻结的，还有所有的这些功能，全部都恢复了。这是一次对俄国来讲是外交上的大胜利啊。那这个是欧洲的大失败，跟乌克兰的大挫败。我讲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俄罗斯还要求什么呢？还要求有关于战争责任的问题。你看这样的 G7 的时候已经不说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了，然后在安理会的时候也不说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了。现在川普更直接的说，战争的导火线就来自于乌克兰要加入北约。所以等于是不是俄国是战争的发动者，俄国不是入侵者。那这个对于民进党当局当初都站在那边指责俄罗斯是侵略者的情形下来看的话，现在民进党当局他面临一个困难哦。为什么？因为赖清德说美国人的话都必须要听，不能够怀疑。所以等于是川普的话你也要听，不能怀疑。那现在川普认为发动战争的发动者、始作俑者是乌克兰，而不是俄罗斯。那你这个赖清德是不是也要站起来说，我不能怀疑你的说话，所以我必须要谴责乌克兰？那当初谴责俄罗斯人是不是都有问题了？我觉得还有就是，既然川普谴责了乌克兰，是不是要谴责拜登跟这个之前的斯托滕伯格？是因为是你们推动乌克兰加入北约嘛，所以才造成这个冲突。我觉得整个价值观，现在民进党当局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拜登政府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欧洲北约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整个都被颠覆过来了，整个都翻转过来。那这个当然是俄罗斯的伟大的胜利，坦白说就是普丁的伟大的胜利，因为他把整个战争的责任都翻过来了。好，川普整个翻过来，那现在的情况是大家看到川普就赤裸裸的要抢这个乌克兰的稀土，对，在今天晚上可能就知道结果了。因为乌克兰端出来的这个协议，美国人说没有谈判的空间。换言之，也就是说，你乌克兰泽连斯基只能按照我美国的版本，在我的美国的版本里面签字，而不是你的版本。所以等于是乌克兰写的版本没有用，要以美国的版本为主。
那在这个版本中就没有任何安全保障了。好，那土地你要贡献，而以前是5000亿，现在川普说是1万亿，就是1兆，加了1倍了。又加了1倍了，因为川普在昨天宣布说，这个乌克兰的协议啊，我估计啊大概是1万亿了，就1兆了。那之前我要5000亿你不给，我现在要1万亿了。好，现在又传出冯德莱恩带的欧洲团也到乌克兰去，是，然后说，哎呀，我给你40几亿，但事实上你稀土要给我，欧盟也要了。现在又传出法国的国防部长说，我们已经跟乌克兰谈了好几个月了，是，所以法国也来抢稀土了，对，到处都在抢稀土。各位观众朋友，乌克兰的下场就是如此。当初听美国人的话，听欧洲人的话，然后发动跟俄国的这样的一个战争，现在变成战争的发动者是泽连斯基，责任在泽连斯基，而他的稀土被抢光了，是他的土地被俄罗斯占领了20%，然后人民死伤大半，逃亡在海外的有1000多万人，这就是乌克兰的下场。站在乌克兰的角度来看呢，这个还有天理吗？这还有道理吗？还有什么公平正义吗？没有。可是这是国际现实，这就是赤裸裸的现实。这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啊，不要选错总统，不要以为他演得像总统就能选他当总统啊。泽伦斯基当初就是演总统，大家觉得他很适合，结果选了他当总统，没想到把整个乌克兰推入火坑啊，应该这样讲啊。那其实对于乌克兰人来讲，他只站在整个地球的陆地面积的0.4%啊。但是呢，它却拥有整个地球整个地球5%的矿产。那至于这个矿产呢，如果按照美国地质的调查所来看的话，其实它的矿产其实是非常丰富的。那这里面包含什么？包含铍啊，包含锂啊，包含钛啊，这些全部都包含，还有锰，它全部都包含在里面。而且呢，这一个部分只有少部分是在乌东的部分，大部分都是在乌克兰的中部，那乌克兰的西部比较少啊。那但是大家比较没有想到的另外一件事啊，也就是美国怎么看这件事？除了矿产之外，美国怎么看这件事情？那我们就看一下，美国最厉害的是什么？页岩油跟页岩气啊。那我们看到这个乌克兰的境内，实际上来讲，在乌克兰中部的这个地方，以及乌克兰西部的这个地方，事实上是有很丰富的油、天然气以及页岩油跟页岩气的。这就是我们看到为什么美国这么有兴趣的部分。如果在这个地方它有页岩油，它有页岩气的话，它是不是就等于完整的取代俄罗斯，变成它从东欧这里直接可以提供德国提供南欧这里相关的能源呢？这个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一点啊。至于说现在从卢比欧，也就是美国现任的国务卿，他现在开始讲到有关于这一个反向尼克森这件事情，其实是1972年他访问中国大陆。那他访问中国大陆，其实当时呢，他就加深了中国以及苏联之间的一个矛盾啊。那它造成这个矛盾之后呢，等于是重画了那个整个地缘政治的版图，也就是后来大家讲的美国联中抗俄的这个部分啊。那现在呢，美国的态度好像很清楚，那就是要联俄抗中。而且卢比欧也是这么讲的。卢比欧说呢，21世纪最大重要的事情，也就是美中关系。那如果是美中关系这么重要的话，那你不能忘记第三强权啊。那第三强权就是俄罗斯嘛。那对于俄罗斯的话，俄罗斯该怎么处理？他并不一定有把握拉到自己美国的身边，但最起码现在他们想要做的，也就是不要当中国大陆的助力，也就是我们在去年、在前年看到中国大陆，无论是在政治上面的或者是经济上面，有非常多的合作，在军事方面更多。那也就是无论是海面上或者是空中的战略巡航，那其实都代表了一定的意义啊。但是我们必须这么说啊，习近平主席就特别讲清楚了，他应邀去接这个
普丁的电话，他就讲了，其实中俄两国是有共同的一个战略价值的。那这个战略价值是什么？也就是这么多年来建立的，无论是在经济上面、在军事上面的一个共同合作。好，接下来请教永平姐。哎，看到乌克兰的案例哦，我想大家都会非常的感慨。其实就在1900年哦，现在是2025年嘛，啊，125年前呢，就是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的例子。所以对于读过整个中国近代史来讲的耳熟能详的这个华人背景的人来说，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惨痛的例子。可是这个惨痛的例子呢，本来认为说当年100多年前中国的苦难给世界一个非常大的震撼，而这个震撼呢，后来又打过了2次世界大战，人类朝向更文明、更理性、更爱好和平一点来说，应该要把这种尘封的记忆，就好比说，你并不希望希特勒主义复辟一样你要一直去反省，一直去记忆，然后一直避免这个事情重新而来。可是现在你看看乌克兰的处境，你真的不由得不想说，哇，跟100多年前当年积弱不振的清朝多么类似啊！那当然来由不同可是当时的积弱不振的清朝呢，当时也发生过日俄战争呢，是为了去争夺中国东北的资源，然后大家就开到中国的土地上大打一场，然后死了一大堆中国人然后呢，你还要被他瓜分势力，里面矿产的这边归谁，那边谁盖铁路，这个东西那个东西，然后大家拼命进来。那现在没有读过中国史或者对中国历史很陌生的这些欧洲人我希望特别是乌克兰人真的应该要引为阴鉴，因为很可怕。虽然说俄乌战争的源头可以讲说因为俄罗斯不愿意乌克兰加入北约，所以俄罗斯发动了这个侵略战争等等。可是现在呢，美国人趁虚而入，川普趁虚而入的后果呢，包含现在他们还没有谈定的是说，那个乌克兰的和平怎么保证啊？大家是不是要组联军啊？要去维和？可是你组联军，你进去维和了以后，你会不会变成中国100多年前八国联军那种惨状啊？就这些人军队一旦进去以后，他就把你的矿产资源、把你的土地都瓜分了，然后你的人民怎么办呢？人民就变奴隶啊，就变他的工人啊，就变他的打压。那这种100年前的历史，人类历史的悲剧，难道你100年后人类这么多人，这个写文明的、写发展的、写什么的，全部都没有，要大家倒退回去吗？我觉得这个今天真的是乌克兰最令人难过的例子，而川普其实代表的就是当年西方列强的八国联军的那种掠夺者的心态，有不同吗？那他为什么要跟俄罗斯手牵手？因为大家合作起来，到时候共同开展矿产稀土，跟俄罗斯边缘连接很多的利益非常的大。当你所有东西都唯利可图的时候，人权也好，民主也好，各种人类的价值也好，都丢到垃圾桶里面，这是最令人难过的地方。没有想到在21世纪的现在，我们还可以眼睁睁看到一个小国被列强瓜分，那个惨烈的情景，100年前演过一次，现在又重演一次，太唏嘘了。